本节课呢，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胸部的背侧视图，也就是从后边去看。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呢，是从正后方以及斜后方看到的胸腔，它和从前面看啊比较接近，都是一个卵圆形的一个腔体。那么咱们从后边去看的时候呢，能看到它的12个脊椎。在图片当中，我把12个脊椎含到一块儿，它用来连接的是12根肋骨。那么从正后方的视角去看，脊椎呈现一个垂直的形态。那么咱们有点角度就能看到整个脊椎的趋势，从上到下它是一个弧形，从上到下它是一个弧形。那么从侧面去看呢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。前面的胸腔，前面的胸骨也是一个朝前倾斜的，前面是朝前倾斜的，后面呢它还有一点弧度，然后主要的趋势还是向前倾斜的。那么咱们注意，从顶端，从第一节的胸椎到最后一节的胸椎，它整体的趋势是斜朝前的。我过这个胸椎做一条垂线，看一下，它是倾斜，向前倾斜的。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倾斜呢？因为咱们这个胸腔这个腔体啊，里边装了非常多的内脏，一些非常重要的器官。为了能够承载这些的重量，它肯定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用来承载这些内脏和器官的一个重量的。这就是咱们胸腔后边去看一个主要的特征，一定要注意脊椎的弧度以及朝前倾斜的趋势，以及脊椎的长度，脊椎长度一定要长于胸骨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肩胛骨和锁骨。肩胛骨和锁骨构成一个环形，这个环形是与胸腔嵌套在一起的，它就像是一个环形套在胸腔上面，从前到后是一个开合的环形。在肩胛骨的位置，它是开合的一个环形，套在咱们的胸腔上。然后就是颈椎和肱骨。以上就是咱们肩胸部背侧视角的一个主要的骨骼结构。咱们看它形态，咱们先从这个肩胛骨这个部分开始。肩胛骨它呈现一个三角状但是它更像是两个三角形扣在一起，上面一块钝角三角形，下面一块锐角三角形，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在两个三角形之间呢，有一个斜向上的肩胛岗，在这一块是这三条边相交相会的一个地方，它越往这边走，它越离肩胛骨越远，它下面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，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空间，然后肩胛岗在这个位置向前转，斜朝前转，形成了肩峰，肩峰在这个位置连接的是锁骨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态的结构。那么肩胛骨一般会在什么位置呢？上面大概是从第2根肋骨和第1根肋骨之间出来，下面是从第7肋到第8肋之间结束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长度。如果说放在整个胸腔的高度里边的话呢，它大概占1/2，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。如果有肋骨可以数，如果想要表现得更加的合理和准确，那就把它定在第7肋到第8肋之间的位置。如果说没有这个肋骨，只是一个胸腔的腔体，那大概就给它定的整个高度的中间偏下一点的位置，终点在这儿，终点偏下一点的位置在这儿，整个胸腔的高度在这儿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肩胛部的肌肉。首先咱们看到这个肩胛骨肩胛骨以及肱骨，肩胛骨上面的肌肉呢，大部分都是附着在肱骨上面。这是一个背侧视角和一个侧面的视角，从侧面去看。首先呢，从肩胛骨的下角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从肩胛骨的下角出来一条长条形、圆圆的肌肉，它结束的位置在肱骨的前面，在肱骨前面的小结节脊这个名字呢，对咱画画来说不是很重要，你知道它结束在哪里即可。它是斜着往上，它离肱骨上面这个头的距离呢还不是特别远，千万不要把它画到这个位置上来，这样的话它就不合理了。那么咱们从侧面视角去看的话呢，它是这样，
在肩胛骨的下角，往这边走，绕到了肱骨的前侧。它是从肩胛骨的后边到肱骨的前端，在空间当中的位置呢，它是倾斜的，它不是整个在后背水平的。然后在大圆肌的上边，从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肩胛骨的外侧缘，肩胛骨的外侧缘，连接到肱骨的大结节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它在这里被大圆肌覆盖住了一部分。那么这一条呢，它就是小圆肌。先找到它的起点和止点，一连接，这样看的话，它是不是会很直接？它有一个交叉的感觉。但是小圆肌呢，一般咱们在身体表面不太容易能够看得到它，因为它小，它也被那个冈下肌和大圆肌夹住。如果是咱们看一个健美运动员的话，他肌肉特别发达，他的大圆肌会练得更加的饱满，更加的大，然后冈下肌也会更加的饱满。一般情况下可能会看不到小圆肌，或者只能看到有一个向内凹陷的一个痕迹，肌肉和肌肉之间夹出来的一个凹痕。然后咱们依次再往上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在肩胛冈的下边，这一块肌肉是比较大的。它在肩胛冈的下面，所以它的名字呢就叫冈下肌。咱们从这个视角上来看，隆起来比较厚实一点，这个肌肉没有那么薄，所以呢，咱们在身体表面比较轻而易见。那小圆肌和冈下肌都是结束在后边的，都是结束在这个肱骨的后边的。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上看，在肩胛冈的上边，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块肌肉，它是结束在肱骨的上边。这一块肌肉呢叫冈上肌，它的名字都跟它的所处的位置相关，在肩胛骨的肩胛冈的上面和下面，所以叫冈上肌和冈下肌。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肩胛骨上面所覆盖的一些肌肉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肩三角肌，就是从这个位置出来，走到手臂的侧面。肩三角肌在后面啊，它是也是附着在肩胛冈上面的。肩三角肌的中束偏厚一些，后束比较薄。后束在覆盖在冈下肌和大圆肌这个位置上面的肌肉呢，它更加的薄，所以说咱们在外观上面一般不是特别清晰，没有那么清晰可见。这一片的肌肉是贴附在冈下肌上面的，咱们大部分情况下看到的是冈下肌的形状。在附着在骨头的这个位置呢，它还有一段韧带。这根韧带它就是更薄了，它就是更贴在冈下肌上面的。咱们从侧面来看，后束在这里看上去的话，它就会是比较薄的了。这就是肩胛部的肌肉形态。
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回到肩胸部这个胸腔的体积。首先，我们可以找一个圆形的斜面，从斜面的左右两侧各出现2条弧线，确定一下中线的位置，找到胸椎的中线。让我们先得到一个后侧3/4视角的胸腔的形体。整个胸腔的高度的1/2处，然后再偏下一点的位置，咱们确定肩胛骨的高度。然后咱们找到肩胛骨的上角，肩胛骨的下角，上角和下角交汇的这个拐点呢，大概在上1/3的位置。从这个位置出发，斜向上。现在找到的呢是肩胛岗。因为咱们的肩胛骨它不是正朝后面的，一定要记住，它不是正朝后面的。我在这里稍微画一个顶视图啊，从上面看肩胛骨的朝向，肩胛骨的朝向是斜朝后方的，2个肩胛骨之间才是后背的正背面。整个人的朝向是这样的。这些关键型的朝向啊，咱们一定要深深的印刻在脑海里。你看到哪一块，你就立马能够反映得出来，它是朝向哪里，它是朝向哪里。咱们再回到刚才所画的这张图上面来。那么肱骨呢，用一个圆圈和一条线来表示。对着肱骨的这一块呢，类似一个非常扁的一个圆柱冲着它，圆柱的这个面跟它衔接这个面叫关节隅。这样的话，咱们就得到了一个肩胸部后视图的骨骼结构，一个基础结构。咱们按照刚才所讲的，先把肩胛骨上面的肌肉大概其交代上。冈上肌现在咱们可以画，也可以不画，但是你知道在肩胛岗上面有，因为呢它也是比较深层的，它对于外形呢不起作用，它不影响外形。我们把肩胛骨上面的这些肌肉先交代上，浅浅的交代上面。下面呢，咱们要讲的呢是，在这个阶段看起来会比较大的一块肌肉，也就是咱们的斜方肌，它所跨越的面积位置比较广，上面连接颅骨，下面到第12个胸椎，然后左右到肩胛骨，一直到前面的锁骨，都有它的身影。因为咱们现在没有画到头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只截取到颈部后面这里就可以。现在我在画的呢是它所附着在脊椎上面的一个位置，从第7颈椎一直到第12胸椎，上面都有它的附着点。往前一直到肩峰，那么在这个角度呢，咱们看不到它在锁骨上所附着的地方，但是呢，它是一直到锁骨上面的，到肩胛岗的上缘。在这个位置呢，不要连接到角，在这里就开始斜着向肩胛岗的内缘，一直走到第12胸椎。从后面看，大概它是这样呈现这样的一个形态。在第7颈椎的位置啊，它中间有一个菱形的韧带。在它最底端，它也有一个小菱形的韧带。它在与肩胛岗相接的地方有一个直角形的韧带，一个倒 L 形。中间的这个位置才是它的肌肉。好，我们清楚了它的位置之后，咱们再看一下，从肩胛岗的下端，
肩胛冈的下缘出来的肌肉，下面的边缘。手臂咱们简单的把它交代成一个圆柱，从颈部的侧面往前走，这里是咱们的胸锁乳突肌。然后现在我再把肩胛骨上面的肌肉能够露在外面的，对身体的外形有影响的，再把它描出来。现在咱们能够看得到小圆肌在这里，它就是十分的不明显了。这就是咱们肩胸部后视图后侧3/4视角的一个基本的结构。然后咱们再能看到，在斜方肌和肩胛骨之间还有一块空隙，那么贴着肩胛骨的内侧缘，斜朝上，在斜方肌的下面，它有一些斜朝上的肌肉，它有点像平行四边形，但是它叫菱形肌。它在底下，它不是很厚，它是比较薄的，所以呢，它对外形也不起到作用。咱们在画解剖图的时候会画到它，但是呢，咱们在画人体的时候一般画不到它，这个地方是画不到的。以上就是咱们本节课的主要内容，肩胸部后视图的一个基本的形态结构。这节课先到这里，然后咱们下节课再见。